Well, I mean, the exciting thing to do would be some sort of 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supersonic jet of some kind.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meaning no need for a runway. Just shoot up straight in the air and then. 未来的飞行速度将超越你的想象。埃隆·马斯克描绘的高超音速飞机蓝图，其意义远不止于技术突破，更预示着一场彻底的变革。试想一下，如果飞机不再仅仅是突破音障，而是重新定义速度的极限，从而根本上改变我们连接地球的方式，这将是何等震撼且影响深远的景象。这绝非一架普通的飞机，它拥有引发空中交通革命的潜力，其即将展现的画面将颠覆你对一切可能性的认知。让我们回溯超音速飞行的历史，这并非遥不可及的科幻幻想，而是我们曾经实现的壮举。协和式客机曾以2倍音速搭载乘客飞行了长达27年，从1976年到2003年，它将跨大西洋的航程从8小时大幅缩减至短短的3个半小时。然而，随着协和式客机的退役，超音速客运时代也随之落幕。为了理解这架传奇飞机的兴衰，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那时，征服天空的竞赛不仅在各大企业间展开，更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重要舞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个曾经的宿敌英国与法国决定携手合作，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条约，共同研发超音速客机。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可想而知。他们将这款合作的结晶命名为协和号，并特意采用了法语拼写，以象征这份崭新的合作精神。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更是一份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政治宣言，其影响力是巨大的。协和号与当时的任何客机都截然不同，它拥有修长、纤细、优雅的造型，宛如一只划破天际的白色飞镖。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那独特的针状机头。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却蕴含着巧妙的巧思，它竟然可以向下弯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协和号的机身过于细长，使得飞行员在起降时难以看清跑道。通过让机头倾斜，为他们创造了俯瞰地面的清晰视野。这简直是一首精妙的机械诗篇。但协和号真正的魅力在于其翱翔于蓝天之时，它的机翼采用了独特的三角形流线造型，工程师们称之为阿贾瓦尔三角翼，这绝非为了美观。这种特殊的翼型正是其能够以惊人速度划破空气的关键所在。协和式客机能够以 2.04 马赫的巡航速度持续飞行，这相当于音速的2倍以上，约为每小时1350英里。为了便于理解，现代波音787的飞行速度大约为每小时560英里，协和号远远将其抛在身后。它在近6万英尺的高空飞行，乘客可以透过泛着蓝光的大气层看到下方宇宙那深邃的弧线，你仿佛真正飞行在已知世界的边缘。从伦敦到纽约的航程如今需要大约8小时，而协和号仅需3个半小时。它是唯一能在当地时间抵达前就飞抵目的地的客机，因此有了那句著名的说法：你还没出发就已经到达了。然而，拥有如此辉煌成就的飞机，为何如今只能在博物馆中供人瞻仰？答案在于，协和式飞机的最大优势，恰恰也是其最终走向没落的致命缺陷。首先，最广为人知的问题是噪音。突破音障会产生音爆，那种持续的雷鸣般的巨响，始终伴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声音，甚至能震碎地面的玻璃窗。这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各国政府迅速禁止其以超音速飞越陆地。协和式飞机实际上被限制在海洋上空飞行，这严重限制了其盈利航线的选择。其次是燃油问题，协和式客机堪称一个巨大的耗油机器，其燃油效率极低，即使依靠高昂的机票价格，运营成本仍然让航空公司难以承受。仅有大约100个座位的客舱必须全部授予富裕的乘客，才能勉强实现收支平衡。2000年7月25日，法航4590航班在巴黎起飞时不幸坠毁，跑道上的碎片刺破了轮胎，导致橡胶碎片进入油箱，机上所有10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4人全部遇难。事故发生后，协和式机队被迫停飞进行改装。2001年复航后，客运量始终未能恢复。这场灾难为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让这款从未盈利的飞机退役的理由。最终，协和式飞机虽然是一项令人惊叹的技术杰作，却成为了一场商业上的灾难。它象征着国家的骄傲，却始终未能成为商业成功的典范。它向我们展示了超音速飞行的无限潜力，但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现实的残酷。它证明了仅仅追求速度是远远不够的，新一代飞机必须更快，同时也要更安静、更清洁、更智能。问题是，是否有人能够破解曾经击败雄伟的协和式飞机的难？提新一代的航空航天企业坚信自己能够克服协和式客机的致命缺陷。
他们拥有新型材料、先进的计算机建模技术以及主要航空公司的支持。一场复兴超音速飞行的竞赛已经拉开帷幕。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已经向 Boom Supersonic 公司订购了续取超音速客机。日本航空公司也对该公司进行了投资，这些来自航空巨头的实质性资金承诺，意味着他们押注超音速旅行能够在协和号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Boom 公司的续取客机设计载客量为65至80人，飞行速度可达 1.7 马赫。虽然这仍然是常规客机的2倍以上，但低于协和式客机的2马赫。其战略意义在于，这并非妥协，而是一种务实主义的巧妙布局。尽管 1.7 倍音速已经是非凡的速度，能够将纽约至伦敦的航程从8小时缩短至大约3个半小时，但此举旨在避免协和式飞机最高速度带来的极端工程挑战。通过放弃追求马赫2的速度，空气摩擦产生的温度显著降低。这种热管理方案是一项颠覆性的突破，使得 Boom 能够采用先进但更容易获得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替代协和式飞机所需的特殊重型钛合金。这使得 Overture 的机身更轻，制造成本更低，并且整体效率大幅提升。这正是更聪明的工作，而不是更努力的工作的经典范例，奠定了 Boom 公司打造商业上可行的飞机，而不是仅仅追求技术奇观的战略基石。然而，超音速机身的性能最终取决于其动力装置，而这正是协和式飞机的真正软肋。其奥林匹斯发动机虽然性能卓越，但也存在缺陷。该发动机源自军用轰炸机项目，其燃油消耗量惊人且噪音极大，不仅在起飞阶段，更因巡航高度产生的音爆效应而闻名。Boom 公司从这一关键失败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没有选择改造现有发动机，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亚音速性能的妥协，而是决定从零开始。他们正在开发全新的定制设计的发动机项目 Symphony。这款发动机秉持4大不可妥协的设计目标：高效性、低噪音、可持续性与经济性。其从设计之初便定位于使用100%可持续航空燃料，直接应对超音速旅行面临的最严峻环保质疑。此外，其设计融入了特殊功能，以大幅降低起降阶段的噪音，这对于获得全球对噪音敏感的机场的运营许可至关重要。这项专属定制的发动机计划或许是最有力的信号，表明 Boom 正在解决协和式客机失败的根本原因，而不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然而，截至2024年 ，Symphony 发动机仍处于设计阶段，尚未建造或测试任何原型机。从零开始研发新型喷气发动机是航空航天领域最复杂、资本密集型的项目之一，通常耗时超过10年，且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这无疑是 Boom 面临的最大技术与财务风险。在投入巨资建造全尺寸原型机之前， Boom 采取了关键的技术风险规避措施，建造验证机。这就是小 Boom 官方编号 XB1 登场之时，这架1/3比例的有人驾驶超音速验证机实际上是一个飞行实验，是其任务并非仅仅展示一个缩小版的 Overture， 而是要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核心技术、工具以及供应链流程的可行性。XB1 成功完成地面和飞行测试所获取的宝贵数据，验证了 Boom 复杂计算机模型和风洞模拟的精确性。该验证证实了其特定的气动设计方案、复合材料结构在超音速机身的应用，以及集成飞行系统的可行性。这一切都在公司投入数十亿美元打造最终产品之前完成。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论与成熟航空巨头采用的验证流程如出一辙，为 Boom 雄心勃勃的路线图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然而，最终的验证仍然要回归到我们最初提到的，获得主要航空公司的支持。航空业以其保守和规避风险而闻名，新型飞机要取得成功，必须获得运营方坚定不移的承诺。美国联合航空、美国航空和日本航空的预购协议和战略投资绝非意向书或附带条件的选项，这些来自已经完成严格尽职调查的机构的投资，代表着数十亿美元的信任投票。这些航空公司已经深入审查了 Boom 的商业计划、技术成熟度、发展规划和运营预测，并认定超音速旅行将成为其未来机队中盈利可观的组成部分。这份外部背书使 Boom 从一家投机性的初创企业转变为一个严肃的航空航天竞争者，其发展道路清晰但充满挑战。其路线图计划在本10年末推出首架 Overture 原型机，目标是让超音速旅行成为跨大洋航线上的一种常规且可及，尽管仍然是高端的服务。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他们都是目前最坚定的领跑者，致力于重启超音速飞行。他们的未来蓝图并非建立在历史的荣耀之上，而是基于严谨的商业逻辑和经过实践验证的工程进展。规则颠覆者与梦想家。然而 Boom Supersonic 等企业面临着一个无法独自解决的重大障碍——音爆。
50年来，全球范围内禁止超音速飞机飞越陆地。但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 X-59验证机已经完成试飞，其在美国城市上空的社区噪音测试即将启动。其目标在于证明音爆的声响可以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从而改变相关的法规。至此，故事已经超越了单一企业的范畴，进入了高风险、政府主导的科学研究领域。核心参与者是 NASA， 其使命并非打造商业产品，而是要改变游戏规则本身。毫不夸张地说 ，X-59堪称有史以来造型最奇特的飞机之一。它不像传统的飞机，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飞行器。其机身修长的惊人，喙状机头几乎占据了1/3的机身长度。为何采用如此怪异的设计？每一处曲线、每一个角度都经过精密计算，以控制声学物理特性。其目标在于防止机头机翼和尾翼产生的冲击波融合成超音速飞行特有的2道巨大声响。X-59独特的几何结构旨在分散这些声波，并减轻其冲击力。NASA 的工程师并非试图完全消除噪音，这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致力于将恼人的轰鸣声转化为更柔和、更易接受的低频声响。想象一下远处车门关闭的声音，这正是他们雄心勃勃的声学目标。NASA 计划的真正精妙之处在于试飞之后的环节 ，X-59将开启一项关键性的行动，其目标并非政客，而是公众。NASA 将驾驶该机型飞越美国数十个选定的社区，地面团队将部署精密的麦克风阵列，更重要的是开展居民问卷调查。他们将询问民众听到的声音是否感到困扰，以及是否影响日常生活，这些社区反馈数据至关重要。NASA 将带着这套科学严谨的大量数据向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国际机构提交报告，他们的论证将基于实证。数据显示，新型静音超音速飞机产生的噪音符合公众可接受的标准，因此这项延续数十年的禁令应当更新，以适应新技术带来的现实。他们正在为超音速陆地飞行构建法律和社会基础，这种生态系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协同效应。Boom 公司负责飞机的制造，而 NASA 则负责铺平监管的道路。这种多管齐下的策略使得当前的超音速竞赛与协和时代单打独斗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成功的可能性也远高于后者。最终的目标不仅是制造出高速飞机，更要打造出安静、高效且获得合法批准的飞行器。新超音速时代的3大挑战让我们聚焦于3个核心障碍。首先是音爆问题，这正是 NASA X-59项目致力于解决的，如前所述。但另外2大障碍依然存在，经济性和环境影响。仅仅依靠精妙的工程设计无法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难题，它们直接关系到新超音速时代能否持续发展的根本。首要的巨大挑战在于资金。坦白地说，高速飞行极其昂贵，物理定律在这里并非助力。当飞机在空气中加速前进时，阻力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为了克服这种阻力，燃油消耗量也必须成倍增加。对 Boom 公司方案的分析表明，其每名乘客的燃油消耗量可能是空客 A 飞50等现代高效喷气式飞机的2到5倍。这意味着巨大的经济鸿沟亟待跨越，由此便产生了所谓的超音速溢价，所有额外的燃油、抗高温抗压的复杂工程以及昂贵先进材料的成本，最终都将转嫁给乘客。初步分析显示，此类超音速飞机的运营成本之高，使得其票价需要比当前商务舱票价高出大约 38% 才能实现盈利。具体而言，纽约至伦敦的商务舱往返票价目前约为4000至6000美元，而 Overture 的机票价格将达到5500至8000美元，甚至更高。这绝非小幅升级，而是专为超级富豪以及极少数商务旅客打造的专属产品，让超音速旅行普及大众，成为长途飞行新标准的梦想，正与热力学和经济学的严酷现实激烈碰撞。要使这项技术成为真正的革命，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少数特权阶层的奢侈品复兴，企业必须突破现有航空航天推进技术和机身设计的认知边界，实现效率的革命性提升。商业模式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难题，任何航空公司在下达正式订单之前都必须先解决。最后，在当今世界，或许最具挑战性的是漫长而曲折的监管之路，如今这已与日益强烈的环境关切压力紧密相连。这是一场每项超音速新事业都必须在2个战场上奋战的战争，其影响远不止于音爆。制造出可运行的超音速飞机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使其通过认证以载运付费乘客，则是另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和欧洲航空安全局 ESA 等机构都设有耗时数年的严格流程，以确保新型飞机的安全可靠。
对于采用全新发动机设计和前所未有飞行轨迹的全新机型而言，认证流程更为严苛且充满变数。现代超音速客机尚无现成的预先批准规则手册可循，所有规则都需要制造商与监管机构通过协作且往往艰难的对话从零开始制定。仅仅这种官僚惯性就可能导致数年延误，并使研发成本增加数亿美元。与此同时，环保审查将异常严苛且毫不松懈。当今世界对碳足迹的关注已达到空前的高度，航空业正承受着巨大的脱碳压力。若某款飞机的单人燃油消耗量是亚音速同类机型的5倍，必将遭遇环保组织、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以及日益关注气候问题的公众的猛烈反对。排放计算简单而直接，燃油消耗增加意味着更多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层，这将形成巨大的公关与监管障碍。协和式客机从未遭遇过此类困境。更甚者，噪音问题不仅限于巡航高度的音爆现象，即便这个问题奇迹般的得到解决，机场周边的社区也绝不会容忍起降时噪音显著增大的喷气式飞机。数十年来，各地日益严格的噪音法规始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型超音速客机不仅需要比协和式飞机更安静，更需要达到与最新一代亚音速飞机相当甚至更低的噪音水平，方能获得社区的接纳。航空业通常将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视为排放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这并非现成的灵丹妙药。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量目前微乎其微，仅占全部喷气燃料的 0.1% 以下，且价格高昂难以承受，往往比传统煤油贵上数倍。若指望它为整个机队的耗油超音速喷气机提供动力，无异于压注于一个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供应链和成本曲线。因此，新超音速时代的竞争不仅关乎速度，更是一场与经济性、社会监管和环境因素交织的多维度艰苦赛跑。最终胜出的企业不仅要打造出高速飞机，更要确保其商业可行性，同时满足政治和环境层面的接受度。他们必须同时破解所有相互关联的难题。这些障碍的复杂性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但人类的智慧总能找到解决之道。问题已不再是我们能否飞得更快，而是我们是否负担得起，以及地球和人类是否允许我们这样做。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时间将完全取决于这两个关键领域的进展。通往现实的路线图，我们已经了解了参与者技术以及巨大的挑战。这引出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核心问题：超音速的未来何时才能真正到来？如果你期待为下一个夏季度假预订机票，恐怕还需要耐心等待。通往现实的路线图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既布满激动人心的里程碑，也难免遭遇延误。让我们从最受瞩目的时间表开始。 Boom Supersonic 公司，他们的计划极具进取性，而在航空航天领域，进取往往意味着乐观。他们计划于2028年实现 Overture 的首飞，目标是在本10年末实现载客飞行。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间表。如果能够成功实现，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但现实情况往往更具挑战性。从零开始打造全新的飞机，并配备全新的发动机，堪称现代世界最复杂的技术挑战之一。该领域以项目延期频发而闻名。波音787梦想客机曾延迟数年交付，就连协和式客机也曾遭遇重大的研发障碍。除了技术难题，还存在资金方面的挑战。 Boom 公司还需要再筹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才能将这个项目推进到最终阶段。尽管进展令人瞩目，众多行业专家仍然对这个时间表持谨慎怀疑态度。预计首飞更有可能推迟到2030年代初。然而，在飞机制造的同时，另一个关键环节正悄然就位——监管政策。没有飞行许可，超音速的复兴就无从谈起。而此刻确实存在希望的曙光。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正式启动对持续数十年的陆上超音速飞行禁令的重新审议程序。这虽然不是最终的定论，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它昭示着政府正为新的现实做准备。此举深受美国宇航局 NASA X-59任务即将发布的数据的影响。当这款静音超音速飞机开始在美国城市上空进行测试时，其结果将为最终修订规则提供确凿的证据。这项监管进展虽然缓慢，但却是50年来首次朝着明确且积极的方向迈进。那么最终的结论如何？坦率地说，超音速商业旅行有望回归，但不会很快实现。2020年代末至2030年代初才是最乐观的时间节点。即便如此，初期规模也将极为有限，不妨将其类比为第一代手机。虽然具有颠覆性的创新，却笨重昂贵，仅供少数人享用。首批超音速航班将定位于高端小众市场，连接纽约和伦敦等主要的国际枢纽城市，而机票的定价将面向商业巨头和超级富豪。真正的革命，即超音速旅行成为普通人可以负担得起的事物，将是下一代人的故事。这场旅程无疑已经开始，拼图正在一块块的拼接起来，但我们仍然处于漫长而宏伟征程的起点。
超音速时代正在来临，但此刻我们仍然在目睹它迈出最初的蹒跚步伐。未来的速度飞快，但它属于谁？未来速度飞快，但属于谁？回顾速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一点已经显现：超音速飞行的梦想不再是历史的遗迹。这是一项由新一代工程师和富有远见的投资者推动的蓬勃发展的事业。他们坚信协和式客机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终点。激情已经回归，技术日新月异，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振奋。我们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眺望那道似乎比昨天更近的地平线。但这新的篇章也伴随着沉重的现实，前方的道路依然充满艰险，遍布尚未解决的资金、法规与环保挑战。这引出了最关键的问题：当未来终将降临时，谁将享有其果实？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场超音速复兴的序幕将属于少数精英。首批超音速飞机将成为天空中的飞行跑车，它们惊艳绝伦，令人心跳加速，专为那些不看价格标签的客户打造。它们将服务于那些需要赶赴紧急会议的商务人士，以及全球极少数将时间视为终极奢侈品的人群。在可预见的未来，超音速旅行仍将是一种高端体验，而不是替代大众所依赖的经济航班。即使 Boom 公司最终生产出50架 Overture 飞机，其年客运量也仅能服务约50万人次，与每年乘坐传统飞机的数十亿旅客相比，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在这里，协和式客机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整个行业。它的失败告诉我们，仅仅追求速度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它最终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新一代技术必须吸取这些教训。它不仅要更快，还要更安静、更清洁、更智能。它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可持续且负责任的世界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喧嚣的噱头。这场重启超音速飞行的竞赛，最终是在回答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命题：我们能否让世界变得更小，却不让其红利仅仅惠及少数人？突破阴障的征程正是为此而战，而下一个征程则是打破特权的壁垒，未来必将高速奔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能否让所有人共享这个未来，这才是仍然有待我们攻克的挑战。